第一个是先逃跑，第二个是躲避，第三个是反击。它的意思是说，你优先考量的是能不能够逃离现场，是你绝对要做的第一个考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相信呢，大家这个礼拜知道台中捷运发生了就是随机砍人的事件。那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，跟我们因为这件事情之后，有做哪些准备，跟做了哪些讨论。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参考参考，因为我也是去查国外的资料，我比较没有相关的经验。国外美国呢，他们的遭遇攻击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比较讲的是指校园枪击事件。第一个是先逃跑，第二个是躲避，第三个是反击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优先考量的是能不能够逃离现场，跑是你绝对要做的第一个考量。状况我已经不容许我逃跑了，那这时候你要做的是躲避。他说你也不要坐以待毙，赶快组织你周围的人想办法反击。这一次在捷运上可能车厢里面空间不足，你可能很难跑，那你可能就要想第二个，我有没有办法做掩蔽。好，那如果真的也没有办法，我们才会进到下一步，设法反击。你还能够逃跑，还能够离开现场的前提之下，不要想着贸然的去做反击这件事情。当你今天要反击的时候，你就要有牺牲的准备了。我们想去救其他人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无可厚非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代表的是我们的人性，还有这个光辉的一面。我们当消防队的，当我们要进火场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可能会面临到很多的危险，因此我们会做好很多的防护准备、防护工作，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可是当今天是攻击事件发生时，这个状况来得太突然，而我们是在一个手无寸铁，没有事先保护的情况之下，而这时候你还要冒险犯难的话，你的风险当然一定会比有做准备来得高非常非常多。我们今天要做危险动作时，就是你必须要先考虑清楚，我会不会有危险，我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保命和自己安全，自身的安危是最重要的。是的，攻击事件的情况下，我认为啦，最安全的措施其实就是你逃离现场。你今天选择要去救别人的时候，就要弄清楚你是在一个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，你没有任何防护工具跟训练的情况下，这时候你牺牲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高的。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要想着去录影，录影你可能会去激怒对方。那第二个事情是，其实你在录影的过程当中，你也会把你的注意力跟反应力给分散掉。你做任何举动，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保护自己安全，那个才是最优先的考量。你说搜证重要，没有错，搜证很重要。可是我今天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，那我觉得搜证的重要性就要往后摆。救别人之前，我们都要先确保自己安全。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做法才是对的，那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想法，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能够比较平安。那其实讲到后面的这个逃跑跟反击啊，因为你那时候还有在值班，会有时候是半夜回家，结果我就买了一个防狼喷雾剂给你。对，那个牌子呢叫做沙豹，它那个好像是连美国军用、警用好像都有在拿的一个牌子的防狼喷雾。那个防狼喷雾剂我当时买来的时候啊，我试验了它一下，我把它喷在我们的水槽里面，然后呢我就脸呢靠近那个水槽闻闻看，就只是我靠近水槽而已啊，忽然就觉得好辣，所以它的那个气味跟那个辣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呛的。我的经验分享，你可能要考量哪几个要点。第一个呢，考虑的还是安全性，就是它最好要有那种安全扣锁，对，不要误喷，对，不要误喷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说呢，最好是要有方便性，方便你携带，因为假设这个东西它不方便携带，你自然而然就会不想带在身上。最后一个呢，他说是紧急性，它要能够让你很顺手的把它取出来，并且你随手一抓就能够抓到正确的位置上。你不要反击不成，误伤自己。除了前后，还有正反的问题。对，可以倒着喷的。对，
有很多的防狼喷雾剂，它甚至会做些特殊的形状设计，你甚至是闭着眼睛一握，你都可以马上辨认出正确的位置在哪。我在做功课的时候也看到人家分享的大部分是这几个要点。像很多止血带一条1000多块，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到那么贵，它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袋子。那是因为这么贵，他们是有经过很多很多的测试，没错，很多很多的认证。不要觉得说我明明有那么便宜的东西，我干嘛不买这便宜？我觉得呢，买贵其实比买错更加的浪费，就是你为了省那几块钱，结果呢却得到一个就是效果没有很好的东西，那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浪费。你这个浪费可能浪费的不只是你的钱而已，你甚至可能浪费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跟你的身体健康。你要买的那么便宜，结果之后又没效果，你就会很扼腕。对啊，那变成是其实你只是买安心的，那你倒不如不要花这笔钱。那除了这个喷雾剂之外呢，我还有给你准备了哨子，那还有一个就是止血带。那当然止血带它只能绑在你的四肢上面，对，如果我是身体被刺中的话，那你只能用加压止血法了。对啊，就定点加压。所以我也会建议大家呢，多多去学习一些止血的课程，可能可以帮助别人，那也可能是帮助自己。那有些人会讲说啊，我真的被捅得很严重了，我这招止血有用吗？不见得。可是至少你多了一项技能，你在还用得上的时候，你可以保护自己，然后你不会变成是说，我今天严重的状况我救不了自己，不严重的状况我也救不了自己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让大家自己多做些准备。这些准备不见得用得上，它也不见得适用于每一个状况，可是至少我可以因应掉我能够应付的那一块情形。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那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另外也想问问你的随身包包里面有哪些防身用品，欢迎底下留言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，那个该不会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吧？我有这么白目吗？不是的，不是。哦，还好。我还想说，我考虑到了周围环境带给我的危险，但是却没考虑到呢，就是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给我引发另外一个危险。没有，好不好？